越少了。怎么回事？去哪儿了？咱们要是托薛之谦的谦，不是托薛之谦的福啊。薛之谦帮咱们拜年去了，拜年去了，过年去了，找咱们总局长去了。我们平时管韩哥叫老局长，你管他叫总局长，我听着有点害怕。老局长，老局长，我们今天又有新的厂牌来到我们火星了，有请我们的说唱厂牌带来最佳的自我介绍。这里是 VAVA 哇哇，今天大家在这里哈哈大笑，一会儿我让你们哇哇大叫。我叫哇哇毛彦希，一会儿扎到你们打点滴。哎呀，火星特工辉子来了，对面特工全像孩子，跟我 PK， 胆子肥了，辉子来了，你们回吧，太。好吓人啊！不要胆怯啊！不要胆怯。OK， 表示感谢。我是给大家带来快乐的艾热，再次拿起了我熟悉的管乐。哎 ，Hello， 我是大家好，我是 Bridge， 代表我的厂牌 GOSH Gosh， 代表山城重庆，不要问我这是哪里。张延琪，你在你的歌迷心中可能是哥哥，这句才是意义。你在我心中永远是个弟弟，弟弟。没必要，没上来，这就是 rapper 哈。我的天哪！看到了吧？我们这个火力这边感觉到了，特别非常的来势汹汹啊！没事来吧。你刚刚有什么想要回击的？现在可以了。哎，秀秀，我的名字叫做张延琪，我非常的厉害。哪儿厉害？上一次定的厉害是吗？啊，就来过火星，还是王牌啊。这一次我也会很棒。笨蛋啊！我觉得张延琪演一个不会 rap 的 rapper 演得很差。我又diss你了，没事没事。你刚刚那一段就是想让他们难受，是不是？对对，我想用道德绑架他们。我们都很难受啊，他们急。没事没事，来下一位彩铃。哇，彩铃姐有东西啊！大家好。不是你这是怎么了？突然落枕了是吧？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张彩铃。耶。押韵这个事儿，我开始就不能停。停。听说对面每个人都身怀绝技，我想说我们这边每个人也都不咋地，都不咋地。尤其是你。哇，彩铃你太厉害了，彩铃你特别适合那种说，我这实力强到可怕，如果你比我还厉害，我叫你爸爸。啊，厉害，这个好。下一位我们的锤娜丽莎，来点狠活，来点狠活。大家好，我叫锤娜丽莎，他们都说我是肥大地瓜。谁说的？谁说的？曾经我非常喜欢 Bridge， 因为他很讲礼貌。但是一样的 flow， 你要玩几套？曾经我也是个 rapper， 但我感觉我现在像个 Joker。这里有个 rapper 长得很像哈利波特，所以我最喜欢的 rapper 就是宝石老舅。诛心。听说今天对面都是来了一些 rapper 是吧？给我一个 beat。哎，我是喜庆的管享乐，来到火星我很喜乐，但是你们来比搞笑，今天给你们大跑调。他这个调子还真不得了。特别好。那好像还有一位朋友，是不是？除了前面做的4位高级特工之外，欢迎我们说唱厂牌中的终极特工周新建。周子倩，你什么意思？老师，我叫周子倩。周子倩 ，I'm sorry，周子倩。
他乱说我们厂牌的名字。周子谦，我眼睛看不清楚。好，对不起，I'm sorry。大声的让他们知道你的名字是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周子倩。无论你知不知道我的名字，都随你便。但是今天我在火星情报局给你全新体验。哇！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那么从咱们这个争夺王牌特工呢，到咱们争夺最强厂牌，我们的规则还是有些变化的。先请咱们杨迪副局长介绍一下咱们规则啊。每一次的会议呢，在场的每位特工都必须提一个我发现。每期会议结束前呢，观众有唯一的一票投给你认为本次会议最有梗、最好笑的特工。2个厂牌之中，所有的特工得分总和最高的一方就可以赢得本期厂牌大战的胜利啦！耶！我们宣布火星情报局第7季第8次会议正式开始。耶！从我们的火星厂牌开始好吗？管员，我发现，相亲容易相爱难。可以，有。没想到吧？其实因为我呀，其实一直有一个小心愿，就是特别希望能够成立自己的家庭。一般都说组建家庭、成立公司。差不多，大概意思差不多。因为我特别喜欢小孩儿哦。昨天我和严佩伦，我们在那个彩排节目，我们在门口在等，有点冷。突然间呢，来了一个大巴车，这大巴车嘟嘟嘟嘟嘟下来10几20个小孩，特别可爱。早上7、8点钟，大家还是睡眼惺忪、非常困顿的状态，然后来了一堆小可爱，他们也很困，背着小书包，穿着紫色的小棉服，像那个小矮人一样，然后他们就往前走。什么丧尸啊，植物大战僵尸，这是小孩该有的状态吗？哎，他是真像，像不像他？像不像？就是他吧，就是他吧！你看见是他，你看见的是他，不是小孩儿，是我们的 Bridger。然后我就很想掐他们的小脸，然后掐他们的小手。哎，我碰见过，就是那个一个人，大人跟小朋友说那个，哇，你好可爱，我想吃掉你，我想吃掉你。那小朋友抠一点鼻屎说，你先吃点馅儿。Oh my god！ 大张伟。I'm sorry， 把它插出去。Yes。然后我们亲戚家生2个小孩，带着小孩出去玩，因为我很难得有放假的时间嘛。现在有工作也慢慢忙起来了。然后我就带他们去我们青岛最贵的那个游乐场，一个小孩要好几百，这是我就是无法接受的物价，但是没办法。然后我的小弟弟突然看见卖饮料的那儿，他指着那个橙汁儿他去了，他指我就看到橙汁儿上面写着50这么一小杯啊，真的假的那么贵呢？很贵。然后我当时就是犹豫，但他就那个眼汪就是可怜巴巴的看着你啊，爸，我就给他买了。哇！然后呢，我就看到一个小姑娘突然间看着我说，哎。管乐，我说哇，认识我，是了你。然后小朋友就看说，哎呀，我看过你的节目，你看过什么呀？我看过你的青蛇白蛇。哦，喜剧大赛你都看过，哇塞，好水平。他说我爸爸也在里面。哦，什么？他爸爸在里头？对啊，我说你爸爸是谁啊？他说我爸爸是黄渤。啊，是真的吗？因为黄渤老师请到了嘛。当时你说什么？我爸刘德华，然后就是俩人开始比。他说是黄渤，我说你爸爸，我说妹妹，我说喝橙汁儿，我给你买杯橙汁儿。我说那你跟谁来？他说哦，我跟妈妈来的。然后过一会儿嫂子来，然后我们打招呼，然后我也给黄渤老师发了微信，我说黄渤老师，你看我跟谁在一起？他说哟，这缘分能碰上。然后我就看到他们这其乐融融的一家，让我就感觉更想成立我的家庭了。于是我就开始发动家里给我找对象，相亲，因为我人生中从来没相亲过。咱们演了那么多相亲的段子，但是我一个都没实现过。没有，我高低我要实践一下。但
但是呢，我就发现，就是身边其实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很多男人啊，你比如说张一起啊，比如说大老师啊，比如说艾莎。男人，我怎么了？男人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不是，刚刚怎么了？就跳过我了？杨公公，我们东厂可不是好惹的。不是，真的是，行，我也吃了你。然后我家里啊，就给我介绍一个对象，我非常的充满期待，跟我说他是1.86米，成功人士，家庭还不错，他对他的老婆也很好。有家境你还去？家境还不错。就是他爸爸妈妈家，就是都是那个品德、道德品德，就是方方面面都还不错。品德，就是哎呀，就是那意思嘛。后来呢，我看他照片，我真的毫不夸张，他照片标准的成功人士。哦，这种照片啊，这个很像那种房产中介。然后经常就是他就是。对啊，你这都太帅了！有没有这种？这是刘维，这是刘维，这是刘维。我的内心啊，一个咯噔。但是我觉得人不能冒险，而且他穿的满身 logo 那种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能刻板印象。就是因为他满身 logo， 我才要去了解他。还很期待见到他。这天我们约在了一个烤肉店，然后他拉开大门一进，首先我看到身高，远处是一个1.86米左右的人，然后他往里走的时候，我就感觉越来越不对，走到我的面前，是不是这种？越来越不对。可是他远处越来越高，越走近越矮啊！你好，管乐。这是一个什么？下楼梯哈他是不是走过来画了？神经病！这是画了吗？这是那个小孩吗？对。神经病啊！可是你想象的远看以为是1.86米啊，不是近看确实走过来也是1.86米，但是他并不是照片上那么年轻。你走过来，我差一点叫他叔叔好，当时，但因为他确实是可能有点黑，他就开口跟我说话。他见到我之后他就笑了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话的时候嘴巴真的是有一点歪。嘴歪了，笑是怎么笑？呀！妈呀！偶像，太帅了，越来越帅了！天哪！他见我第一句话他就说，我我一进门就看上你了。我当时说哦，你好，我说坐。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因为我想必说咱们的工作也是非常透明的。我想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他跟我说秘密。我说什么？他说你看过《潜伏》吗？我说我看过呀。他说我的工作就是秘密。我当时就很干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就用我所有的情商，我就说了一句话，我说我明白，我说你的工作是全天下最有秘密的工作，我的这个工作是全天下最曝光的工作，你的工作是抓也抓不着，我的工作是跑也跑不掉。哇，还幽默了。因为我知道家里人跟我说他相亲过一些嘛，我说那你是不是经常相亲？他说对，确实是看过一些。我说那你是不是要求比较高？他说嗨，说白了呀，相亲这事儿啊，就是垃圾堆里面相互挑。我说那什么？好吗？我说我不是小垃圾，我是女明星，谢谢。你要垃圾，您自己垃圾 ，OK？ 对呀。他说，我相亲过，之前见过一女的，嗨，见我第一面就跟我要车要房，我觉得特 low。但是说有的女的呀，嗨，很高端，她不跟你直要房要车。我当时吃烤肉呢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口肥肉还没吃进嘴，我说等会儿，我说你刚说什么高端？我说你是在形容女人高端吗？他说是啊，有的女的很高端啊，人家是不明说，但是最后什么都能得到。然后整个过程就让我很不适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相亲，我觉得这是我最后一次相亲。虽然我对家庭是非常向往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
就是家庭啊、爱情这个还是要靠缘分。当你特别有目的性的去认识人，干嘛？就好像有的时候演喜剧，他要来看喜剧，然后就是对你是有期待的。你万一有一条不符合自己或者干嘛，你会特别放大那个东西。就他也没有说刻意的去怎么样，当然我表演刚可能有点夸张了哈。他应该不会看，他那个应该没有时间，没时间看。他没时间看，他已经又去别的相亲局了。要不这样吧，因为你已经在节目里边就是释放你想要成立家庭这个信号了。你有什么特别的标准有没有吗？我们看一下我们身边有没有那种。不是我其实哎呀，怎么说成相亲节目了？什么东西？不是说相亲家庭，我帮你一把。我光冒汗，我现在。没有，你说清楚点，这样我们好避开那些那个妹妹。你说。不是，主要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因为缘分这个事情真的不能强求。就每一次，比如说谈恋爱也好，遇到那个人哈，都是在不经意之间遇到的，你没有任何设计。对。我现在有条条框框，我觉得他应该很高，我觉得他怎么讲，但你遇到那个人，万一你就是爱上了，那也不一定的事儿。所以你有太多的预设和预判，其实也是把自己框住了。所以在业余时间，我们就提升自己，做最好的自己。我们做得好，以后找的人也是好人。哎，谢谢管乐。喜欢小朋友，然后又去相亲，这个故事非常精彩啊！对，很喜欢。我觉得管乐说的那个点，有的时候会把相亲的要求放得很高。我这个特别有感悟。我姥爷去世那年，我姥爷66，我姥当年是65吧，应该。然后大家就鼓励他再找。然后我姥说，我的要求不高，不是不能再找，我喜欢个儿高的，1.86米啊，文化水平高的。然后我们觉得这其实要求已经挺高了。然后我姥说，我不喜欢二婚的。什么？你也要找一老光棍啊？就是。我老说他能接受自然死亡，就是他可以接受怎么说官夫，但是他不喜欢二婚的。然后这些年过去了，我姥今年85，过生日的时候问他，我说现在还想找我？我姥说，反正这些年就是对这个要求是有点高，现在其实要求已经没有那么高了，个儿可以不用那么高，文化水平我小学毕业，他也不用那么高，但是我不喜欢二婚的。还是不喜欢二婚。为了您姥姥一辈子守身如玉。对，我就放开自己的要求，明天一出门跟一个老头转角遇到爱了，说不定就。终于等到你，哇塞！那我们还是祝福管乐早日可以组建自己的家庭，好不好？幸福美满。哇，我觉得肯定有很多人都想像管乐一样，早日拥有一个喜气洋洋的家。推荐大家都去整一张能让你拥有深度好睡眠的喜临门床垫，轻松 get 秒睡体质，它还自带喜运 buff 哦，越睡越好运，没准出门转角遇到真爱。绝佳韵脚框框帽，喜事装装接着来，对吧，管乐？哟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好的，说完了我们这个幸福的话题之后，有请我们的YAVA 吧。我发现，越拽的人其实越不懂得拒绝。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其实，在观众的眼中，他们会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态度，或者是身上带着一些刺的这么一个形象。有刺，但是没态度啊！我还没有态度吗？然后呢，大家就会觉得我很难相处。其实不是这样子，我从小就是一个不懂得拒绝别人的人。就比如说我小时候很喜欢穿新衣服。穿你的心，穿我的心，真是这样子的。然后我妈妈呢，她又不能每天给我买新衣服，所以呢，我就想到一个好办法。好。就是穿我妈妈的衣服，她有很多漂亮的小裙子。然后我到学校的时候呢，我同学就说：“哇，老师好。”对，开家长会来了，垫肩这么高，1年级同学们。什么？妈妈是毛阿敏吗？你从哪里来？然后那时候我同学嘛就说：“哇，你的衣服好好看，为什么你每天都有不一样的衣服？对，穿到学校来。”当时有点虚荣心作祟，我说：“哦，我妈每天都给我买新的衣服。”然后这个时候我的同学就说：“那你可不可以借我2件穿穿啊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好啊。”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心里面是，完了。我怎么办？来回想，我想了，我说这样吧，把我妈衣服借给她得了，这样我妈就少拿2件，她也不会发现啊。这个时候啊，有更多的同学慕名而来，全班都穿着妈妈的衣服，不管男的女的。哎，你从哪里来？穿妈的新衣，妈的新衣。穿妈妈的新衣，多一个妈字啊。
我妈就发现她衣柜里的衣服是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直到有一天她去给我开家长会，哎，一进去她傻了，这里是教室还是我的衣柜呀？她顿时就明白了到底怎么事儿，回去给我一顿暴打。再到后来我长大了，然后呢，前段时间我不是刚成立一个女子厂牌嘛，我就带他们去海外拍 MV 嘛，当时就认识一个本地的音乐人，然后呢，这个本地的音乐人特别热情，特别好客，我就走的时候非常礼貌性的跟他说 ，Yo bro, welcome to China。没想到这哥们真 come to 了，马上就来啊！临上飞机前，哎，给我发个消息说你的接机帮我安排了吗？有司机来接我吧。然后他就说了一句：“我可以住你家吗？”我当时说可以，我给你订一个我家旁边的酒店。因为他来就不认识其他人，我得带他吃一日三餐，我每餐都得想明白说，哎，今天请他吃什么？他没来过北京，哎，我请他吃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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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都给他想得非常好。他要求这么多，还是你自个儿主动的呀？我主动的，怪谁呢？你在这儿？对呀，对呀。然后呢，第二天睡觉我还没醒呢，突然间我手机噔噔噔来2个信息啊，然后就把我吵醒了。我打开手机一看，他说咖啡帮我订了吗？啊，炸了，肯定炸了，得寸进尺了。当时我非常生气，我从床上跳起来就把我的手机拿起来给他发一个，你要美式还是要拿铁呢？冰的还是热的呢？你看他就是这性格不好，不能拒绝别人。哎呀，订好了以后，他要求越来越过分，越来越过分。房子帮我买了吗？媳妇儿给我娶了吗？相亲安排了吗？对。然后呢，我就想说，我一定要把这哥们儿送走。我就想了个办法，我就说我要去上海工作。哦，一般来说有分寸的人就不打扰了。他跟我说 ，I never been to Shanghai 。我跟你一起去吗？然后我说行啊。哇塞，你说行，你走托运啊，你走托运。答应了之后，他还跟我说，他说我不会用你们这边的 APP 买机票，他说你可以帮我买一下，我可以拿现金给你，我有现金。你肯定不好意思要。我说行啊行啊，然后我又给他买了，然后买了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现金这个东西了，肯定不还了。对，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到达了上海，然后到达了上海以后，我就想着说我真的不能这样子了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然后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，我说哥们儿，我在你的家乡接了个音乐节。然后呢，他就说啊，真的吗？他说如果你去的话，我可以在家乡给你安排招待你，非常非常好。但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去。我说可以啊。哦，假装说接了一个音乐节，快到机场就给我发消息，他说你到哪儿了吧？这个我登机了。我说你先登，我马上就来。啊！你把他骗走了，然后有人拍拍你的肩，哈哈，没有，太吓人了，这个是噩梦啊。生活中如果遇到娃娃这种就是真的有点得寸进尺的，让你安排他所有的一切，就是你只是客气一下，对，而且他听不懂你的言外之意，必须要学会拒绝。因为我是这么看待的，你看啊，像刚才那个男的，他在嫁你的时候那一刻，他已经让你很难堪了，对，他就没把我当成朋友，所以你在想，我拒绝他会不会让他难堪？你不用让一个让你难堪的人怕他难堪，干他就完了。没错，我说话直截了当，不喜欢绕弯子。我昨天正好看到一句话，我觉得说的特别对，就是你看，你对别人产生一定期待，然后你失望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是我人生要修的一门课，你会自己觉得啊，我应该重新调整我的预期。是，那别人对你失望，其实也是他人生必修的一门课，他就该修这门课，你也不用觉得你对不起他。对，说的太对了。我个人认为啊，其实懂得拒绝是更懂得尊重自己，是一种自尊，因为你过度的让别人来依靠你，就变得自个儿自尊越来越低。我们其实除了自爱之外，要学会怎么自尊，好不好？自己尊重自己，耶！这个话题，我跟杨迪要给垫子吧，给不给？我觉得这个很棒啊！给垫子都快忘了有垫子，对，咱们得给了啊！我给您一个，好吧？来，哇塞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看又是不是？让您越做越高啊！但是这个话题是他的，他是相亲，他才是不懂拒绝。你先走一下楼梯，老师，你先走一下楼梯。来，没事。我忘了。确实。哦，对，你是那个拒绝 ，I'm sorry， 对，我也需要个垫子，好吧？我是个傻子，对不起 ，I'm sorry。妈妈说女同学之间借衣服的事儿，我觉得特别真实，因为女生之间确实很喜欢相互分享、相互安利好用的东西。
最近有个洗面奶超级受欢迎，就是这个芙丽芳丝净澈控油洗面霜，去油效果特别好，洗完脸也不紧绷，关键它的泡沫也很丰富，就算泡沫倒立也不会掉落。快让我把这个芙丽芳丝送给我。对。下一位您说是谁？让我们欢迎张延琪。我发现，生活不易，偶尔糊弄也可以。就可能大家现在听到很多糊弄，就会觉得是一些不好的词，觉得是敷衍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面对问题不一定要一直给自己压力，让自己内耗。对，有时候缓一缓，放一放，可能过2天就好了。找到更有效的方法。对，所以我就总结了2个小小的方法和大家分享一下。哎，第一个我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，来我们听一听。第一个叫糊弄法1。这有点。你现在就在糊弄我们，那是要死！什么东西啊？第一个就是不用会说英文也可以走遍全世界啊！一个全球旅行的博主，就我觉得肯定是英语的能力稍微是可以对话的吧。然后因为我们去非洲一起玩，然后就有导游会带那个我们看草原上的动物。对，我们上次一起去的。对，因为那个导游会带我们很长的时间，然后我们就会给他小费，但是因为我比较就是英文不太自信嘛，你知道，我们就把钱都给他了，说你去给人家让他统一沟通，对你给人家说，然后一定要给人家说辛苦了，因为第2天还要带我们啊。他过去就 Thanks for your cooperation。哇，什么意思？我都听不懂。对，我在车上我都自卑了，我说好高级的词汇我都没听过，还是个多音节的词汇。我们都是 bro。Yeah， Thank you very much。我们都这种。然后我后来就实在忍不住，我就问他，我想这样我以后学会一句，我就说你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啊？他说我也不知道啊。他说真的，这原话，张嘴就来，他就开始自己复盘了。结果复盘出来，他说因为每次下飞机的时候，空姐都会给他说，Thanks for your 什么？他就觉得啊 ，cooperation 一定就是什么谢谢你的合作。对，然后我们会回去查，空姐说的是 Thanks for your cooperation， 谢谢你的合作，合作愉快。然后我们又去查了他的那个 compression 的意思 ，compression 压缩。压缩。你想一想，我们坐在车上，然后忙碌了一天，6个人挤在一辆车上，然后我们给司机钱说谢谢你的压缩。这个车也太挤了，明天换一辆宽敞一点的，谢谢你。这车真挤，谢谢你压缩啊。于是我那天还刷到个视频，就一群那种农村的姐姐，她们给另外一个姐妹过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唱完一遍以后，英文版来了 ，I'm sorry to you, I'm sorry， 没有一个人发现有任何问题，所以我就发现自信很重要。于是我这个糊弄法2就出现了。哦，还是在非洲，我们在餐厅里面拿餐，就是李川去拿餐。突然他跟一个厨师聊起来，中国功夫我很喜欢。然后李川呢就特别好客，他一下就起范儿了，他就说我的兄弟会中国功夫，把你拱出来。他就指着我，因为我也是不懂拒绝的人嘛，但是我还好有糊弄法，因为我也不会什么掰筷子、硬气功什么都不会，我就发现桌子上有鸡蛋啊，把它孵出来。哇塞，孵出来，15秒孵鸡蛋。这是我。就是我有一个绝技，就是我可以在鸡蛋的小孔这边开一个大概直径半厘米的小孔，大孔那边开一个大概直径2厘米的大孔，然后通过空气的高速挤压，用嘴直接把鸡蛋吹出来啊！就吹鸡蛋嘛，说这么深奥干嘛？这个我见过。行，然后我就给他表演了，成功没那天？超级成功。然后他叫所有餐厅里面的服务员来学，他老威风了，他在那个现场。真的不知道谁突然就给我取了个外号，管我叫 Egg Master。Egg Master。哇塞，展示 Egg Master。给我来一个震撼人心的音乐。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里是一颗普通的鸡蛋。哇，好帅啊！来，借你一双会手。
2只手准备好，准备好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Egg Master， 我的奇迹。哎呦喂！啊，真的！你妈妈太恶心啦！张延吉，张业主，张业主，生的吗？温泉蛋。没对，他把这蛋黄吹出来了，溏心蛋。我给你一个垫子，坐下吧你。为什么？湿纸巾吧，来来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这就是你的水平啊！你浪费了我人生的5分钟。我以为你吐了呢。我刚才以为是吐了一口好浓的痰。没关系，你是没关系，我恶心坏了，你是没关系啊。朋友们，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如果这个蛋再出问题，下颗蛋往我脸上吹，赌上我的吹蛋生涯。好。延吉吹蛋，狐假虎威。好，这个鸡蛋顶上也有点稀，有点稀吗？有点稀。那大张伟来。没关系，我相信他可以。这次我控制一下力道。我相信琪琪这一次绝对拿得定。2位副局长一起来，一人伸出1只手。行，控制可以这样子。刚才的一切都是花絮，一个完整的蛋准备好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什么玩意儿？都吹出大鼻涕来了，吹出鼻涕都快出来了。我自己吹吧，我们3只手好不好？3什么只手啊？哦。谢谢，感谢延吉吹蛋，延吉吹蛋。哎呦，哎 ，Master， 他在牛什么呀？但是其实后来我还是告诉他们说，这个其实不是中国功夫，只是一个我自己可能学的一些生活小技巧。分享这个提案的发现呢，也是想告诉大家，虽然每件事我们要尽力做到最好，但是有时候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，要减少更多的内耗，让自己更幸福一些。谢谢大家。那感谢延吉。要说糊弄，我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事发生。那一年我是因为活动特别少，我整个12月只能接到1个活儿。应该以后就再也接不着了，人生就这么完了，就是那种特别颓那种，对。所以那天去录节目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那个嘉宾说什么我就反着说，爱怎么着怎么着，你说什么道理我都给你玩，当做最后一次对了，是吗？那个节目叫《拜托了冰箱》，然后呢，然后那期节目录完之后，别人说它叫毒鸡汤，就是跟我说一个正经事儿，我说不姐，我才不吃呢，我觉得就是天天吃汉堡就是好，然后我开心最重要，然后就是那种感觉，结果变成了一种就是好像是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。确实，其实很多都是歪打正着的。前2天我还看了一种东西叫轻松主义，就是说我们明明可以达到一个点的时候，我们总认为努力跟奋斗、痛苦才是跟成功是划等号的。其实我们轻松快乐，找到自个儿可以上去的方式，那样何乐而不为？是不是？对。希望各位都能找到自个儿轻松的方式达到成功。所以其实糊弄并不是敷衍，而是我精确的判断这个事儿值不值得我投入那么多时间去认真。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糊弄学真正的精髓，好吧？你分清楚人生的主次之后就 OK 了。所以吹鸡蛋那些完全是 OK 的，但煮鸡蛋的那个人确实糊弄我们了，确实，鸡蛋煮的真的胖臭。那接下来我们的说唱厂牌派出一位迎战，来吧！刚才让我等太久，现在我只想把这个场子给炸掉。哇！
我怀疑 Bridge 的那个椅子有按摩功能，他一直在。我发现，结拜是男人之间最大的浪漫。你甚至有点在破音的边缘。结吧，我发现结拜是。哎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小时候都听过桃园三结义的故事。没错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大家好，同年。对。那我小时候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一句话真的浪漫炸了，它甚至一度定义了我觉得对友情的高度。一句兄弟大过天，一声 homie， 你会懂。我当时脑子里就在想，如果我的人生当中出现了这样一帮群体，他能成为我的知己，走进我的心里的话，那我一定要和他两个结拜。我结拜那个劲上来了过后，我是不管时间，不管地点，不管对方是什么，不管前因后果，我就要此刻现在我们两个来做这个结拜，抓着他的头就拜。等一下，我刚没听错啊！不管对方是什么，就是不人或者他肯定还是人，必须是人啊！吓我一跳，因为毕竟要有称谓辈分。然后我就很记得，当年是我跟盖哥，然后呢 C Blood 的宇哥，他们都是那个说唱的，然后我们就在一起写一首歌。就当我在自己写下我自己那首歌的时候，并开始唱出来的时候，我的头发呀还是剃的头发。然后他们的情形就出现了那种非常的抱头、惊讶、开心，在一起相互这样拥抱，哇，好癫狂啊！大家一起很振奋，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时候，对，大家。因为什么呀？就开始了。那个时候，我不知道是为什么，我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牵引着，我就走向了那个窗台，我就在那个窗台这个样子，这样类似倚着。这个时候，他们正在疯，你们疯起来。什么呀？我说，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跪下？我们需要结拜啊！跪下。对，他们当时没有质疑，这个事情是我第一次。那个结识的小规模的结拜，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未来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了吧？没错，对。但他该来的永远都会来。哦，就在今年夏天，优酷说唱梦工厂的庆功宴上面啊。然后当我们庆功宴完了过后呢，我就把我的老板韩夏、盖哥、C Blood 的盛宇、我兄弟雾都、艾热、爸爸、王鹤棣一起叫到了我的房间里畅聊2025的美好夙愿。然后聊着聊着的，我很明确自己那下感觉他又来了，又来一遍。迪哥，我们都一起，我可以演一下王鹤棣。我就立刻给爸爸发了一个信息，我说爸爸你赶快过来。爸爸收到了信息过后，贴着个面膜，他以为我是过来找他复盘，于是我打开了那扇门。这个时候，我迅而不及掩耳的速度走到了爸爸面前，我扯下了他面膜，我说爸爸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我们得以真面目示人。然后这个时间段，我就迅速在这里说，兄弟们，咋子？那个事儿，所有人你们都要相信我。等一下，你当时是站在沙发上。哦，对，我是这个样子。你们看一下，我是说，我希望现在大家很认真的相信我。你们别笑，我知道你现在就是那个在怀疑我，但是我现在是很认真的，我希望大家很认真的相信我。你如果相信我，你站起来，你也跪一个。哇，对，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状态，啊，就是这样一个信念感。然后我说，大家不要觉得我疯了，好，一起给我跪下，大家一起跪下，1、2、3，跪，啊，跪，为什么呀？跪。不用，你们不用。姐，你穿了裙子，你们3个可以免跪，起来。跪下了过后，我就说大家继续相信我，现在不要想那些东西，我们一起相互对那个给对方磕头，然后我就边说，我就真的在磕，你们也磕。过年好。然后磕完之后，我说现在我们一起来聊辈分。聊辈分，这么真实。老板，你是最大的，你是大哥，
盖哥，你是老二，盖哥，我是王鹤棣，我是王鹤棣。我知道了，王鹤棣是六弟。六弟。好，然后我就完成了2次，我觉得很真实、很信念感的2次结拜。第2天，他们所有人给我发短信，盖哥例如就给我说，昨天过了很疯狂、很令人难忘的一夜。王鹤棣给我发信息说，曾经的那个 Bridge 回来了。只有爸爸说了一句，他说：“布布，知道最近工作多，压力大，保护好身体，多吃饭，我们都在，只要出事了，我们会在你身边。”不能出事，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你好好的，大家都好好的啊。对。我也很希望，就是说来到这一次火星里边，能够结识一帮可以我们一起真心相对、可以下跪的这样一帮人。这就是我今天的提案。我是 Bridge， 谢谢。位置太厉害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节目之前录好几期，大家都是总是被打断，我们根本无法打断你，根本打不断。我尝试过，我好想打断你的腿啊！然后这个根本无法打断你，你太有信念感了，喜欢你，太棒了！怎么样？来了就是炸的，炸场的啊！我真的感受，我这么艺人的人，我今天有被就是说挨到，我真的觉得 Bridge 你真的是，你的能量是我的10倍、50倍、100倍，我真的哇哦，太酷了！我天哪！ Bridge 讲起这一段非常有画面感，整个人非常激动，非常亢奋。Bridge 只有在跪着的时候跟别人身高差不多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一说话他都是站在沙发上，对，然后一下来必须所有人都得跪下，对，所以他这样才能看到。他就是找自个儿这个心理平衡很巧妙。彩铃整个人对这一段一直皱着眉头，彩铃姐一句话没说。我们对人类的开发还不够哈。我一直想去抱他一下，然后说就是要不然就是你抱你你们俩刚好那个。 哎，就是要不然，那个你试中药啥的。他不需要中药，他需要麻药，你打身上就定在那儿，你知道吧？刚刚 Bridge 讲完结拜的事儿，我都不好意思再讲，我也结拜过。真的啊，迪哥？讲嘛。我那是高中时期，现在真的干不出那种好事儿了，特别好的事儿。因为高中的时候有8个人玩的特别好，我们当时就要结拜，我们8个人是8仙。哇！ 你是瘸拐迪，哎，我是铁拐李，对，你们怎么知道？我们当时看了很多影视作品，结拜必须要把血滴到一起，歃血为盟，血溶于水，然后大家一起把它喝了。哎呦喂！然后那个吕洞宾他们家本身就是医院的，他说我拿了一根针过来，说这个针不痛，那种最细的那种针，戳一下你这样挤，可以挤一滴血进去。然后呢，吕洞宾就说：“那我是吕洞宾，我是大哥，我先来。”哎，滴进去了。那个针太细了，那种血滴不下来。后来他说这个针太细了，我们必须戳进去以后转。哇塞，跟挑刺儿一样是吧？那个。 其实很多针是戳不出血的，它只有一个小点儿。后来就转吕洞宾，他说没事儿，我们家是学医的。好，吕洞宾的一滴血进去之后，该何仙姑了。何仙姑说：“我拒绝，我拒绝，太可怕了。”汉钟离和蓝采和说：“我们也不滴了，我们也不想戳了。但是怎么办？氛围推到那儿了。”我说：“这样子，我们就往里面吐口水，怎么样？”血水、口水都是来自于我们体内嘛，所以当时那一碗就是1滴血和7口口水。然后我说来，我们就不喝了，怎么样？就不喝。艾热呢？你觉得男人之间的浪漫应该怎么样的？我也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经验嘛，就是我们以前一块写歌，兄弟伙一起6、7个精神小伙坐在一个。 那种精神病小伙还是说啊，精神小伙，对，穿的像年轻时候的大张伟老师，年轻时候的大张伟老师一样，对。坐在一个录音棚里，相互之间搁那儿咬文嚼字，你知道吗？那种就自己跟自己押韵，相互分享给对方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大家伙经常会有一个语气词，这个语气词就是这个 O 的时长越长，代表认可度更高。哦，你例如你随便说一个，床前明月光，心里很发慌。我都受不了我自己。对于说唱歌手来说，写歌的时候相互给一个超长的哦，
是挺浪漫的一件事。哇，主要还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。其实很多时候浪漫就是相互支撑的感觉，是吧？所以说只要互相帮对方忙，咱们就是好兄弟，这就是一种浪漫。是的，是的。对，我觉得朋友就是互相托举。因为我本身曾经是一个很不快乐的人，我会隔绝一切与外界交流的机会，我把自己关在家里面。但是越是这样，其实越不能进行一个自我闭塞，就是需要一帮朋友不断的把你从痛苦中剥离出来，需要他们不断的带你出去体验这个世界，感受这个世界，你才能够重新找到生活下去的意义。对，这个很重要的。耶耶！目前呢，我们这个提案已经过半了，咱们先休息一下，下半场继续作战。下半场提案现在开始。那么有请谁先出来提案呢？玲子吧。好，玲子应战胡瑞基。我发现3局2胜才是最公平的battle方式。吵架不应该只凭一次的运气，应该3局2胜制。耶！你们体会到过吵架发挥失常的时候吗？有啊，有吧？气死了！你们懂得那种痛苦吧？就晚上自己在被窝里啪啪啪就扇自己嘴巴的那种。没骂过啊？对，你有没有那种时候？就是比如说你输给了一个人，我太有了。然后你回家之后你夸夸写，你觉得我这把我一定赢了你，然后那人找不着了。我太有了，我告诉你，最让人生气的事儿是什么？是你1局1胜输了，然后你提出3局2胜，完了又输了。哎呀，哎师傅，咱俩很早之前一场 battle。我先输了，然后我淘汰了，然后这个主办方觉得你这太帅了，小伙子，来复活吧。他又跟我来了一轮，我说来刚，然后我又输了。那你应该退圈儿，更尴尬。3局2胜都不能让你强壮，你这个人就应该走向 underground。哎呦，哎呦，太歹毒了，太歹毒了。反正我今年遇到了一次这个事儿。今年2月份的时候，我坐很远的飞机出去玩，然后我旁边坐着一个60多岁的白人老太太，然后我跟她吵架吵输了啊！天哪！因为长途嘛，我就睡着了。晚餐来的时候，我就迷迷糊糊起来，我就是还没等坐直呢，那老太太她一动，她那一杯冰橙汁啪嚓全洒到了我腿上。天哪！然后那个老太太她洒完之后，她这样，她看我说，哦，他还嘲讽你。然后人家把那个小桌板一打开，电脑一打开，人看电影了。然后我就想，就在他们国家，就是惹完祸之后说声就完事儿，就连个 my god 都没有，就my god 都没有。当做没发生过。对不？反了他了，真是反了他了。然后我当时想，把你的果汁倒他电脑上。哇塞！我为什么面前没有果汁儿？我当时给我气的，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咱得好好跟他吵一架，我还不能莽撞，吵架之前得理智。这个时候你怎么去跟他吵呢？你不能说问他，哎，你怎么想的什么？不能给他空间发挥，直接上谴责，直戳要害。对。跟他开杠。第一句话很重要，我就先说，我说 You should at least say sorry， 就是你不管怎么样，你得先道歉。然后他会怎么回，每一招我也都想好了。比如第一个可能就是他是个正常人，他说对不起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单方面我也认为这是要赢了，就是他情不情愿的他也道歉了嘛。谁道歉了你就赢。对。第二种就是他可能会给自己这个失手找一个什么理由，他编理由。对，找理由。结果他居然跟我说 I did。他撒谎，他说他已经道过，他根本没道歉，他撒谎。然后这个时候最气人的不是他，是我生理性的回复了人家一句对不起，我没听见。你先 sorry 了。哎呀，那回去能睡着吗？然后他说他我，人家给我撒了一身橙汁，人家没道歉，人家没给我擦，我给人道了个歉，丢人了。我当时那感觉，我就觉得我甲状腺如果有结节，我听见一个就是结节从玉米粒儿那么大，我啪一下爆成个爆米花那种感觉，就啪在我身体里就炸了。我觉得我当时就是扇我自己大嘴巴，然后我沉寂了一下，我给了自己5分钟调整，我再比一次我就不能再输了。你还要继续？不是，他睡着了。然后他旁边是过道那边有个女生，然后我就看这老太太，我就然后我想给她叫醒，结果对面那边那女生冲着我，彩玲姐，好喜欢你，你是最棒的妈妈，比心。完了，这怎么骂人呢？当时正要犯下杀戒。对。我心里想，我就是最棒的妈妈，就不能把这老太太从睡梦中叫醒就打她一顿吗？
然后我心里想说，张彩玲可以，最棒的妈妈不可以。哎呀，架那儿了，我就只能憋回去了。然后我们就落地了，就觉得自己实在是太不争气了。然后后来我就想到了这个提案，我觉得吵架这个事儿，一次太凭运气了。你像我当时不在母语环境里，我还刚睡醒，迷迷糊糊的，我还在高空中，就我还恐高，当时肯定不是我的一个最佳状态，方方面面不利于我，所以我认为应该3局2胜。你这局你输了，你完事儿你还可以比一局，还有机会。这样的话，你首先你能把你所有想说的话说出来，其次即使是你输了，你是不是心里就放下了？就是你就认了这事儿，可能你吵架就不咋行啊。日常生活中，大家有没有彩玲说的那种情况，就真的跟人吵架难受？我有一个朋友有这样一个故事，就是我很佩服他，因为他就是那种随时都能为自己扳回一局的人。不能输。他是一个旅游博主，然后有一次就是他过生的时候去这个日本迪士尼。他过生了，过生日啊，四川吓我一跳啊！过生啊，我们说过生。过生的时候去那个迪士尼，大家知道迪士尼晚上的时候有时候会放烟花，然后他就想录一个这个 vlog，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白人的女性的妈妈拉着自己的女儿，就突然走到他边上，他就说：“哇，烟花好漂亮。”那个人就对他，啊，就没有任何道理，也不跟你沟通，就是虚了他。然后我那个朋友真的就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，怎么样？他就站在旁边，就站在那儿看着他，然后他牵着他的女儿，然后他的女儿突然 ，Mom I wanna， 他过去，而且你那个朋友是有理由的报仇，不是乱来的那种。而且他就是一句话也不说，我也不说脏话，也不攻击你，我就，只要有理有据，有时候当场就应该回击。对对对对，曾经我们有一个节目。然后呢，就是要我们车轮战 freestyle。哦，其实我 freestyle 其实很差，有的 rapper 适合创作，有的 rapper 适合录音，有的 rapper 就 freestyle 很强。然后当时宇哥就找到我，他说：“爸，我跟你说，明天那个freestyle 比赛，我想上去，我想一跳舞。”我说太棒了，太棒了，正愁这个事儿呢。到第2天的时候，我们一切正常，然后按照本来的轨道在进行着。这个时候突然间，艾叔出来说。你看你兄弟，你今天太过抢戏，你那几个哥们儿在身后都不敢喘气。哇，激你们？对，我很容易被激将法激到。哎呀，一击就中啊！一击必中。然后我当时上头了，我说，哎，我还不敢喘气，我就，我必须传给你看看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在他说的时候，我开始想韵脚。我就开始想到好多个 punch line， 很多个炸点。我说哇，有了！我说这上去我肯定得炸场。然后我就把宇哥的麦克风抢了过来。然后那个时候放的是一个 boom bap 的 beat， 突然之间换成了 trap。啊，换成点儿了啊，韵脚变了。哎，对，我韵脚就全变了。我们当时是有主题的，然后那个主题呢是香菜主题，香菜主题。难道就是那一个？难道就是我看过100遍的那一条？哎，香菜，我香菜，我就爱吃个香菜耶！我说出来以后，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。我们第1天录制嘛，400多个选手啊，哗哗进去了，我们就站在后边等着。我说这不对，这个我说宝哥，你听我的，我有经验嘛，咱往前面走，你看前面又轨道又摇臂的，咱得要镜头啊。哎，专业，你听我的，你跟我走。哎，我带宝哥，我来，我就借过啊，借过。然后跟摄像师说，借过，我拍。前面一个大摄像机啊，就怼着我们俩脸，来回滑。我说你看宝哥这厉害吧？我说这镜头有了，保证你甭管了。然后啪，全场灯黑了。好。我说来了啊！啪，一摄像机，从最后边升上来了。塔布罗老师从身后出现，所有选手集体转身，我们成最后一排。然后宝哥在旁边就是这表情啊，真的啊，这个表情。干啥呀？但是我们已经挤不进去了嘛，因为前面人就很燥了啊，就燥，然后就等于这一趴就算废掉了嘛。然后那个就出来了20多个摄像机，他就问你觉得这导师演的怎么样？那导师演的怎么样？因为之前可能我有过这个综艺的经历，所以人家可能想从我身上抛一点好玩的故事，然后就来问我，惠子，你觉得这个导师演的觉得演的怎么样？哎，对，没事，咱们喘口气。OK。宝哥就在那儿很颓嘛，因为没有摄像机找他，我说不行，我得给我兄弟出招嘛，作为过来人，我得劝你。对，聊聊想法。你听我的，节目组喜欢什么呀？喜欢矛盾和冲突。哎呀，下一组不管哪个导师演，你听我的，你就喊，你说这也配叫导师？神经病！好兄弟。然
然后最主要的是第二组大老师抱把吉他出来了。只要我不在乎，就没有人能伤害我。只要我不在乎，就没人能够伤害我。这也配叫导师？对，我跟法老演的啊。但是在这之前，他有问过我说：“那我怎么圆回来？你这给我剪进去了，我不完了吗？”对呀，啊，我说你这么说，你再夸他呀？你说这比导师还得好。哇，有点过了。然后摄像机就出来了，你对这组有什么看法？他拿上，这不配叫导师，这简直是神啊！然后主持人，谢谢啊。然后宝哥就问我这对吗？我说这不对。我说你这个我再给你想想招吧。然后我们就去海选了嘛。快到我们这之前，我跟宝哥说，我说你发没发现一个事儿？哎，狗哥给的所有链子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，这嗓门大。能嚷嚷，哎，就得在那儿哟，我这全过了。我说你听我的啊，你看这个大炸大炸怕啊，全是押韵的。对呀，他说愚蠢吗？他问我，我说不愚蠢，我说你绝对帅完了，你听我的吧。然后狗哥就到我这儿了，忘词了。哦，对，你忘词了啊。然后我就很颓，我就蹲那儿，我就觉得哎呀，胜之不武嘛，我就没有心管他了嘛。我就听宝哥，哟，狗哥，这是比黑怕，不是比谁嗓门大，要比谁嗓门大我也炸啊！我听见啊，我下意识的也回头看嘛，狗哥 ，OK， 你开始你的表演 ，OK， 就没有听完，然后就走了。但我的本意其实都是想出好招，但是没有想到怎么这事儿就成这样了啊！然后我们就回到了这个看台嘛，我过了，他没过嘛。哎，对，我看宝哥离我可能10米吧，在那儿就。太吹了。然后宝哥找我来了，跟我说：“辉子，我现在去节目组那个休息间把我的手机拿回来。如果15分钟以后我没有回来，就代表我已经成功的离开了录影棚。我订了6点的动车，我中午11点半到北京。”我说 OK， 然后他就消失了。下午2点的时候 ，Diss 出来了。哦，他网上直接写歌去了。对，回家路上就给写完了，到北京就给录了。然后他对于这趟的经历感觉非常完蛋，然后就给出了一 Diss， 但我觉得每一句都在说我，对吧？就是我听起来真的非常难受。那个 Diss 还在吗？网上在呀，还在哈，我们在呀，听一下。那个叫什么名？辉子劝。辉子劝。辉子劝。我就别听辉子劝。但是这个事儿，其实我是想说什么呢？就是从小大家听人说这个，就是听人劝，吃饱饭。但是我觉得人要独立思考嘛，我得知道这件事对或不对嘛。对，不是不能听，要结合你的实际情况听。所以我的选题是：地球人不用什么劝都听，但没教你不听劝。你这人不听劝，你撞墙，你撞，对吧？就是也要听劝，但是不能什么都听。我就是不听劝的辉子，谢谢。感谢辉子，刚好呢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啊，我们的说唱圈又要喜提一位嘻哈奶爸了。哦，现场的各位把所有的欢呼送给辉子，恭喜辉子要当爸爸了！大家跟我一起大喊一声“爸爸爸爸”！别介啊，对，跪下啊！多谢大伙儿，多谢大伙儿。当爹这事儿我就走前面了啊！哎，好幸福啊，好想要，羡慕了，羡慕了。不是所有的事儿都能跟着过来人走，但是当爹这个事儿，作为一个过来人，我也必须得拉兄弟一把。所以今天我也准备了一份心意要给你。给孩子选奶粉可得擦亮眼睛，要选就选美素佳儿。听说荷兰有70%的牧场都是他们家的，奶源品质好，营养高，富含天然活性乳脂因子群、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。拿着别见外，这是我们的小小的心意。谢谢，太好了！哇哦，感谢，耶！我觉得我被劝最离谱事就是被小鹿劝来火星情报局。我们火星情报局怎么了？为什么？哎呀，这个节目就是世界上最颠的、没有道理的一个节目。去年小鹿来这个节目，然后他录的很好啊，小鹿，只不过哭了3次而已。最后哭了，哭着走的。哦。回来跟我说，你呀别去别的，你就去火星情报局，你就一定要去。他没有说任何理由，然后我就来了。后来我就把语言的什么都忘了，我觉得就是让观众开心，就是你跟他逗他笑，然后就是什么活都上，才是火星。对。然后我刚录完火星，去了一趟650，我就有那个
火星后遗症。我跟徐志胜一人领了一个道具，就根据这个道具出一个梗。这玩意儿徐志胜的活儿，对吧？徐志胜一个蒙娜丽莎，然后就出了，导演就觉得可以了。然后我录完火星，我觉得这都不够，就是人类还的底线还得往下降。然后给我一个猴毛，然后我现场就开始学猴。然后雪晴看着我说：“姐，你刚才那样我就想哭，就没有必要。”然后我录完火星的第一期，我回去之后我好难受，就尬到死。你录完以后有跟小鹿联系沟通一下吗？对，我回到房间，我一看到手机，小鹿，我一点开。中计了吧？啥意思吗？对，他就是这么算计我的。所以在这里给大家提2个劝告，大家可听可不听哈。第一个就是别人劝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听，但不一定照做，因为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种参考，对吧？对，让你跪下的时候不一定跪下啊。第二个，如果你劝别人的时候，不要说的特别饱满、信誓旦旦的，特别自信，也不用强迫别人。对。总而言之，就是本身世界上已经有很多陷阱了，希望这个劝告不要成为新的巨坑啦。本次火星会议厂牌大战的最后一个提案，交给我们的艾荣，棒棒棒！在聊这个提案之前啊，我想跟各位老师们说说，我平时一般都是唱歌嘛，在舞台上大家听就行了，安安静静的。但是我今天聊的这个话题，其实我希望你们能多跟我互动互动啊。好，哎，那你可没机会了。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。真的呀？我发现，任何热爱，都可以成为地球人最好的医美。真的吗？真的可以吗？是不是我得说2句，你们再开始，有点过。我们有点多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行。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话嘛，运动是男人最好的医美，幽默是男人最好的医美。这句话是我先说的，是吗？对，是我在月下里好多年前第一回说的。我说那你申请专利了吗？没有啊，这样的。不在乎。然后在我们这个行业里，不是有一个标题吗？说唱是男人最好的医美。我觉得医美它其实就是个形容词嘛，就是让一些看似平平无奇的、没有什么特点的人，拥有了一项热爱的加持以后，哎，他瞬间身上就有了一层滤镜，他可能变得稍微受欢迎了一点儿，然后他本人的这个气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。你就一直看着我说干嘛呢？点你呢，杨迪。医美是杨迪最好的医美。没有，杨迪真的很可爱。来，您说啊。可爱就不是好词儿，好，哎，可爱就不是好词儿，这么挑剔啊？可爱就是当你夸不出这个任何人的优点，没有。哎，说到这个，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。哎，从小学开始到初中，一直都是一个小胖子。我身边的异性朋友给我的最高评价就是可爱，可爱。但我想说，自从我初中听到了这种说唱音乐这个形式以后，有一天我就决定要把它当成我的爱好，然后去学习说唱嘛。当时入门的时候，对吧？肯定要追求一个外表，对，得耍范儿啊。对，虽然我们没有什么装扮，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要一个最大号的校服 ，oversize。对。说唱是我的情人，我穿的肥大，因为装着我肥大的灵魂。啊！厉害！从穿着打扮就开始跟我身边的同学们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不一样。对啊，帅了，有范儿。哎，自我感觉就开始良好了，有点。高中的时候进行了我第一场那种演出，穿着一身红色的衣服，然后就敲开了我正式表演的大门。哇哦！就是让我变得自信，这是他作为我医美的第一个论据。但是你今天穿的像是车间主任一样，这就有点过分了啊！你看不懂我的穿搭吗？我看不懂。我以为你挺有品位的。我没有品位。然后说唱其实还帮我完成了我的终身大事儿。其实认真听，管乐。我用说唱音乐挽回过我的女朋友，对，甚至她现在成为了我的爱人。而且这个事儿不止1次、2次、3次，反复挽回。因为我媳妇儿天蝎座嘛，那生气就老爱说分手。其实我在生活中也是一个
到那个点的时候，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的。但还好我有说唱这个武器，给他写歌，坐在那儿挑灯夜烛，一晚上不睡的，搁那儿把自己先哭了3回，然后这歌词边写边唱边哭边录那种。啊，哭腔，给他听的是哭腔的那种。我必须的。哇塞，好浪漫，真好。但是他那个时候不是不理你，是你怎么让他有机会听到这歌呢？当时场景是这样的：12月底，我那种寒冷的冬天，就这么站在他的单位的对面。我是他，我下班了。同事们，那我就下。好，演这么具体吗？这也太长了。你从上午吃早点开始演呀？没有，他昨天跟我吵架了，他心情也不太好。哦，心情不好，很不好，现在非常 emo girl。同事们，滚吧！我心情太差了。干嘛？就这样。歌呢？我没听着歌呀。他还不知道吗？我就这么顺着把他拉到了我们经常吃牛肉面的一个。他点面吗？他去了还点面，点一碗1根面，然后2个越来越近那个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也不说话，我也不说话。这个时候，我掏出了我的手机啊，接上了我的有线耳机。我说我有个东西想给你听一下。你干嘛？此刻我身在一片乌云中，此刻我身在一片灰的，此刻我更适合去我的被窝里，此刻我不想再反复的为了你，我觉得我也可以特别美丽，我也特别性感，想成为谁的唯一，我不想让谁心寒，这不是我的都市。我想我可以幻想到我善良的那一面，也真的特别盼望学会顽强的那一天，真的愿意领悟，谁不想永远幸福？难道我会去抵触？哦。当时我内心其实就是接招吧的那种心态，把这个给了他，然后我就在吃着我的那个面的同时，我就，他什么反应？眼泪滴到了他的汤里。说什么意思？好难听啊，就是。然后我非常聪慧的纸那么拿过去，对，然后擦了眼泪，然后完了以后呢，你什么时候弄的？对，就哭腔问我说我昨天晚上弄的。他委屈上了，对那些阴招，整这种阴招，哇塞！然后我就借着那个情绪到位的状态，我就对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别生气了。”然后吃完面就还是比较淡定的，但是这回我们从店里出来了啊，还有事儿？出来了，我们一起嘛。那我先走了，晚上下班再见，我再来接你。行吧，同事们，我早上骂你们不应该。同事们还在呢，一直站在那儿等着你呢，有病吧这帮同事？然后就和好了。这招太牛了，我觉得太吃了，你吃不吃？我太吃了。是。不是这事儿肯定分人，你1米86那个过来我给你听一歌，你也未必应。我想要对你说，我非常对不起。美女，美女，我爱你。昨天晚上就梦到你。我要给他几首歌，滚滚长江，赶紧滚。所以说唱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觉得他不仅是帮我挽回了我的另一半，他也是我的精神导师，让我从一个精神世界一无所有的一个人，慢慢的变得拥有自己的一个技能，然后说唱就成为了我的职业，成为了我们身体里的一种气质。所以说，坚持和热爱是地球人最好的医美。为了你们的热爱去寻找吧，让我们都美起来。哇，好棒！热爱是我特别认同这一点，因为我现在也谈男朋友了嘛。是。但是我谈男朋友不是靠怎样修饰自己的外表，怎样做一个乖巧的女孩。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觉得
我不漂亮，我很胖，我不是一个好看的女孩，所以我应该不会有男孩喜欢我。然后呢，我内心活动就是大家在一块玩，比如 KTV 里玩游戏，然后真心话大冒险的时候呢，别人会问，在场如果非要选一个女孩跟她谈恋爱，你要爱她，你选谁？所有人都会选我。因为我非常明白选我是最安全的，久而久之我就习惯了这种行为，然后我也愿意承担这种就是帮大家挡雷的这个角色。后来呢，我就会越来越不自信，我就一直在疯狂的，就是想我要怎么搞事业，以及我要怎么变漂亮。然后我就很美啊！首先没有，怎么又陷入这个？哎，别走进去了啊！对，我觉得这个话题，对这个话题啊，永远是个刺哈啊！我们喜欢你啦！助理自己，谁会不喜欢你？这个就太武断了，低估自己了啊！对，就是我其实过了很久，我觉得这种话题不会再刺痛我了啊，就我觉得不会了，但是。我很认可他的说法，就是任何人爱都可以成为地球人最好的医美，因为我不是靠长得漂亮才被人喜欢的。没事儿 ，Me too。不是，因为首先这个我也知道，哎，那是肯定是太吐了，太吐了。没事。你知道，我一直认为啊，杨迪老师，然后这些在座的大家，然后在演艺行业里的做到被人喜欢这件事儿，其实没那么难，做到无法被人替代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。然后我觉得随着很多时候能做到这一点，谢谢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平替。好，大老师。而且有句话对我们来说特别受用，就是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。如果你喜欢医美，真的觉得长漂亮对你整个身心非常愉悦，都是 OK 的，就看你自己最喜欢什么。但最重要还是要热爱生活，找到自己真的热爱的东西，同时也要非常爱自己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。像我自己，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丑。有点过于自信了，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长相反而对我的工作是莫大的帮助。对，什么丑啊？对啊，特别，非常特别。现在都有危机感了，那徐志胜那些人，对，有人竞争，就是他在这个赛道上遥遥领先于我。本次会议所有的特工提案已经结束了，掌声再次鼓励，谢谢各位精彩的提案。那么本次会议呢，既然是双方厂牌大战，那我们两队分别呢要派一位特工代表，对各自厂牌的表现做个总结。首先由我们火星厂牌的派出谁呢？非常开心嘛，因为虽然我们都会开玩笑调侃说火星录起来压力很大，每个人都很紧张。然后我也看到，其实我们组的几位朋友都把自己的故事分享出来，每个人都有共鸣。我觉得这就是火星存在的意义，每个人都可以在火星的会议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。而且我想说的就是，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有可能不爱你，但有一个人永远爱你，那就是自己。对。啊，厉害！说太好了，最后不吹个蛋都不行。你朝上吹，这样吹上，你然后这样，噗。那我们这边 Bridge 来一下，好吧 ？Bridge， 我觉得今天整体的体验感都是特别好的。我们说上厂牌的，其实我们在一起，我们也想让大家看到 hiphop 的包容性。我们真的是带着爱来到这个地方的。一开始让我觉得我们是竞技，要有一个节目的效果，但后面我觉得不是那个样子的。我很早的时候我就在看管乐，我看你的那个片段的时候，我和我老婆在一起，我至少都哭了很多次。哇，谢谢。所以说你给我带来很深的印象，而且你演那个青蛇，你跳舞很好看。谢谢。你的性格很直接很真实，我希望你真的就是要做你自己。Real talk， 学姐，你的搞笑演戏的那些东西，我觉得你那一刻带给大家那一份快乐，那份价值，那是什么东西都买不到。你不要想什么漂不漂亮的事情，你在那一刻绽放你的灵魂，你让我们看到了，所以说那个票我会单方面的给你投起来。谢谢你。包括彩玲姐，我也有孩子，她也有孩子，辉子马上也要有孩子，我们一起让孩子跑起来。
你叫上管乐，我就不去了。他带着我家孩子去。琪琪就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我唯一想说的事情就是给他听。最近你在巡演的话，我也想去做你的嘉宾。还要谢谢迪哥大老师。每次有迪哥大老师在后面，还有薛哥在的话，就是会让我们很放心。耶，我演的再尬，他们在后面拖得住，懂我意思？所以火星不能没有你们，就是这样。谢谢您，谢谢您，哎。整个一个 peace and love， 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最终还是要把这个投票权交到我们观众手里，因为最终还是观众说了算啊。到底哪个厂牌可以拿到今天的最牛厂牌呢？在场的所有观众呢，都是只有唯一的一票，投给你认为本次会议中最好笑或者最感动你、最有梗的特工，请各位开始投票。大家可以想一想啊，然后刚才他们每个人的这个表现。3、2、1，投票通道关闭。我们俩来看一下啊，咱们挡一下，快！挡，拿这个挡。哇塞！我们这么着吧，先公布最后一个数字，好不好？行，就要这么长吧。3个数字啊，然后首先我们说唱厂牌最后一个数字是9，火星厂牌最后一个数字是1。百位数说唱厂牌是1，火星厂牌也是1。就是100多，都是100多。哦。那么接下来火星厂牌16，说唱厂牌是1，所以火星厂牌